公元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二位教授来到山西五台县，在历经考察后，他们将佛光寺东大殿断为唐代建筑。现如今，它也是中国现存3大完整唐构之一。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无唐构，但在佛光寺面世之后，这个观点也被彻底推翻。其实，佛光寺的历史比唐还要早，它始建于北魏时期，但在唐武宗灭佛时被摧毁。直到唐宣宗继位，复兴佛教之后，长安城内有一位名叫宁公玉的女子，斥巨资重建此寺。据专家考证，宁公玉其实是唐宣宗的女儿永福公主，难怪财力雄厚。其中的东大殿始建于公元857年，如果从那时算起，它已经有了1167年的历史。而且这1167年以来，这边从未落架大修过，所以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这里也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本期视频也是我《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巡礼的第24期。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取景的地方有2处，第一处是英伟达今年3月的视频里，这个门和佛光寺的门一模一样。第二处是2021年的12分钟视频里，这个经床和东大殿前的经床一模一样。除此之外，暂时还不能确认其他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做成古剑纯享，尽量说细致点。将来等游戏出了，再继续往深处挖。我是2024年3月从天津自驾过去的，车停在这个位置了，余下的道路都是步行上去的。实际上景区门口也有停车场，票价我给各位拍下来了，全价票40元一张。如今的入口被安置在了山门里。根据梁思成教授的手绘图得知，原版山门毁于光绪年间，如今山门上的匾额大佛光寺据说是光绪匾，但现场很难看清年份。如果这份资料内容可靠，那么山门殿应该也是那时候重建的。如今它已经是检票口了，不再充当山门了。现在我们直接走进山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唐乾伏4年的石经床。当年林徽因教授曾经在此处测量过它的尺寸。此经床自唐代遗留至今，字迹均已磨灭不清，上边的莲花瓣装饰不难辨认。基座处似有捆门，但也已经风化到模糊了。另外，这根经床并不是黑神话悟空取景的那根，待会儿到了再细说。往右边看，能看到一座小小的伽蓝殿，这是一座明建清修的建筑。此殿面阔3间，屋顶忘了看了，猜测为悬山顶。斗拱是明代常见画风，而非清代风格。彩绘看着像是玄字彩画。殿内供奉的19尊造像里，不是伽蓝菩萨关公，而是18尊伽蓝神泥塑，是为美音、梵音、天鼓、探妙、探美、魔妙、雷音、狮子妙、探反响、人音、佛奴、颂德、广目、妙眼、彻听、彻视、辨识，分列于2侧。多出来的第19尊是几孤独长者的造像。据《杂阿含经》记载，几孤独长者于支原建下精舍，供释迦牟尼说法。所谓支原精舍终生想，诉说世事本无常，不过如是。在殿内一抬头，就能看到康熙年间的重修记录，以及清光绪年间的重修记录。而左后方的小院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在门口看了看，发现里边是空的。于是我们一路往前走进北侧的文殊殿。此殿面阔7间，屋顶为单檐悬山顶。走到殿前，看到这莲花斗拱上的一堆斜拱，吓我一跳，这该不会是一座金代建筑吧？事实上，它就是一座始建于公元1137年的金代建筑，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殿下有几块碑，其中包括清康熙年间的重修文殊殿碑，有明弘治年间的碑，有一块磨损极其严重的清光绪碑，另一侧是2块清乾隆年间的碑，以及一块明弘治年间的狮碑。下面我们走进殿内，发现殿内有很多建筑模型。这会儿谁还看模型啊？先看殿内的金代造像吧。中间的主位是端坐于青狮之上的文殊菩萨，下方则是文殊的千狮人，2侧为胁侍菩萨，下方小童因为善财童子。根据《华严经》的记载，他是受文殊菩萨点化才得以成就正果，而不是《西游记》里由观音菩萨收服的版本。而造像的顶部则铺满了带彩绘的木质小方格，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平齐了。另外，殿内还有一尊弥勒佛，是明代以后的画风。我严重怀疑是因为山门殿改了检票口，就把弥勒佛安置在这儿了。殿内的壁画是明代所绘制的500罗汉，现存罗汉240多个。据资料说，其实原本就画了250多个。如果这说法
法是真的，那说明不是后世没保存好，而是一开始就有花账。另外看壁画时还发现殿内有一块乾隆年间的黑色石碑。下面我们来看梁架，看前庭的很多柱子都是修缮时加的铁柱，证明之前没那么多柱子，很明显这里采用了减柱法。而屋顶的梁架是一目了然，这是典型的侧上明造。现在我们来看看进深是多少，因为构造太复杂，很难拍一整个的进深，只好看半面。从下方看，半面的进深是2间；从上方看，半面的进深是4船。统一乘以2后，此殿进深既是4间，也是8船。我们再来看其余构件，这个位置有一根注入柱，它上方承托的是脊团，当然没有直接托，还加了个令拱作为辅助。它下方则搭在平梁上，但是没有直接搭，中间还加了个驼峰，甚至两侧也有辅助承重的插手。靠外的那根是钉符，它一边搭在梁上，一边插在了柱子里。这个位置一开始我以为也是钉符，后来发现不是，哪有这老长的钉符？这是一组3根的梁，论字排辈，上边应该是上平团，下边是判间，中间是垫板，因为明清领3套的前身。再往下是4船符，但再下边没见有6船符和8船符，这也正常，毕竟用了减柱法，哪来那么些金柱拖着它？看完这些，你不难发现，这座金代的文殊殿可以说是蔚为壮观。还没到东大殿，就看到了这么多精彩看点，那后边的东大殿有多精彩，简直无法想象。看完文殊殿，我们看到对面还有一处小院，走进去就能看到一座面阔11间的建筑，门窗封得很严实，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按照梁思成教授的手绘地图，此处本该有一座普贤殿，但后来毁于火灾，今不复存在。现在我们往东登向第1段楼梯，走进一个新的院落，发现这附近的建筑都像是工作人员使用的，这就不多说了。继续爬后面那一大段台阶，这段台阶非常陡，无论你的腿脚多灵便，走这边都得多加小心。而且此处没有无障碍通道，所以强烈不推荐坐轮椅的朋友来。登上去之后，能在殿前两侧看到2棵参天大树，这都是拥有1000年树龄的油松，与东大殿的年份都差不太多。而正中间则是唐大中11年的经床。这里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此经床高3.2米，且拥有非常清晰的捆门，门内则有酷似狮子的兽形物，然后上一层是复帘，再往上是一圈狮子，再往上则是一圈仰帘，仰帘之上便是经床镌刻经文的区域。如今字迹有所磨损，但还算清晰。唐代的保存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经床顶端则有佛龛，内有佛像坐于莲台上。而华盖位置的浮雕已经陨灭大半，但仍不难辨认，其装饰风格与南北朝是一脉相承的。这座经床是佛光寺断代的一半依据，另一半在东大殿里边，现在它距离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了。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看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佛光寺东大殿的门口啊，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为什么这间大殿叫东大殿呢？因为它是坐东朝西的方向，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如今殿内的梁架仍是唐代的遗存，所以这里仍被公认为是唐代建筑。此殿面阔7间，屋顶为单檐5殿顶，屋檐不仅坡度平缓，且出檐深远，拥有典型的大唐建筑气象。正襟两端的这对螭吻是元代补塑的，但也继承了原有的风格，这也是3大完整唐构中唯一一个用琉璃螭吻的。这个几叉也是熟悉的造型，两侧是熟悉的吞口，中间是护法武士，猜测背面也有一个，然后上方则是亭台楼阁。这个布局有点眼熟啊，这和朔州崇福寺的几叉布局是一毛一样的，只是造型不同而已。佛光寺明间上方的大匾额写着佛光真容禅寺，这是一块明代匾额，也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唐匾明字。而下方所用的门是为板门，这是一种不通透的实心门，上边还有很多门钉。窗户则是熟悉的纯玉风直棂窗，扇面下方有通风的风洞，走近了看它的补间铺座较小，柱头铺座较大，转角铺座更大。这边的柱头铺座比南禅寺和广仁王庙都要复杂，在下方炉斗之上，除了出2条华拱之外，还增加了2根昂，它是货真价实的昂，和南禅寺的冒牌昂不一样。而上方的耍头则是中规中矩的造型，它用一个七心斗、2个散斗一起掐住替木，再共同稳稳拖住最上方的燎檐团。而补间铺座就简单多了，它没有泥道拱，几乎一点不碰拱眼壁，可谓之十指不沾泥，邻邻居大厦。而且也没有设置昂，就是耍头和令拱配合3个斗一起掐的，就不是燎檐团，而是罗汉方。
铺座为它承重，它串联铺座属于是相辅相成。至于转角铺座，它看着复杂，其实就是把柱头铺座的零件多弄了几套组合到一起了，该有昂有昂，该有耍头有耍头，拱眼壁里照样有泥道拱，只不过是多整一套拼在一起。在南禅寺出现过的鸳鸯交手拱这边也出现了，以及侧面的大脚梁和下边的铺座挨不着，怎么办呢？就在这边补个宝瓶连接，此外就没什么了。这硕大的斗拱、宽阔的殿身与深远的出檐，件件都是盛唐气象的注脚。如果我们走上月台，就能在殿前看到一口大铁钟，有钟就该有鼓，那么鼓呢？答案是放在殿内了。此外，殿前有一块严重磨损的碑，碑的背面是加功德的名单，正面字迹已经严重磨损，费了好大劲才辨认出是明崇祯年间的碑。你能看见明崇祯这3个字吗？此外还有清乾隆年间的重修碑，还有一块明代的重修碑，但具体年份没看出来。殿前的矮碑则是明正德年间的碑，最后是一块磨损极其严重的碑，看了很久才辨认出来是乾隆碑。你能看到右侧的乾隆2字吗？下面我们走进殿内，能看到正前方有35尊造像，其中有34尊是唐代造像。如果不是看了五台山官网的资料，就这又鲜艳又锃亮的，我根本看不出来是唐代的。因为上世纪20年代，寺内的老和尚筹钱修缮了一次，修完了就这样了。本意是好的，但确实破坏了观感。另外，佛光寺的造像前也有铁栅栏围着，想拍细致点就要往前贴一贴。先看中间一看，主佛释迦牟尼袒右肩，肩宽且有明显胸肌轮廓，这是唐代造像的典型特征。此佛以家夫坐姿，端坐于须弥座之上，头顶则是熟悉的火焰纹背光，左手托钵盂，右手垂于膝上，结降魔印。主佛两端侍立的则分别是阿难和迦摄，年轻者为阿难，年老者为迦摄。再往外侧是2尊胁侍菩萨，而前方以跪姿托着果盘的则是2位供养菩萨。右侧一龛的主佛为阿弥陀佛，左右胁侍4菩萨，前方有2个供养菩萨。右侧再往外的一组造像里，手握如意，乘坐青狮的当然是文殊菩萨。重点看菩萨的宝冠，这次不是一般的花冠，而是化佛宝冠，因为中央有个小佛像，旁边的千狮人福临，别以为你戴着帽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既然皮肤这么黑，那么他的创作原型想来就是唐代的昆仑奴。旁边侍立的小童推测为善财童子，因为他和文殊学习过，前面讲了，此处不再赘述。而最外侧武将装束的当然就是护法金刚了。左侧一看的主佛则是弥勒佛，这就是早期弥勒的样子。至于后期的弥勒，就是刚才文殊殿里那样了。他眼前则有4尊胁侍菩萨，2尊供养菩萨。这尊弥勒佛的坐姿是双腿自然下垂，这个坐姿叫做善家夫坐，其双脚踏于莲花之上，右手则向前结说法印。左侧再往外的一组造像里，手握经卷乘坐白象的当然是普贤菩萨。白象本该有6牙，却只有4牙，推测是中途有所损坏。而普贤菩萨手里的经卷虽然看不见字，但依据经验判断，这经卷应该就是华严经。旁边这头戴罗髻的，看姿势应该就是千相人辽蛮，但皮肤为什么这么白？最外侧则是同款的护法金刚。另外，韦陀菩萨您怎么坐这儿来了？是不是因为山门改检票口，所以就把您安排到这边了？我只知道他是殿内唯一的明代造像，其余的就不得而知了。而此处也有一位小童，推测仍是善财童子。根据《华严经》的记载，善财在受到文殊点化后，接连拜访53位修行者，见普贤而成大道，这便是他与普贤菩萨的渊源。最后看这个位置，以正常的角度很难看见这里还有一尊造像，这便是寺院功德主宁公玉的造像。当年林徽因教授还在这打卡来着。看完造像之后，我们还能在铁栅栏之内发现一口大铁缸，可能曾经是防火用的。而两侧与后面的塑像则是明朝补塑的500罗汉，现在只剩下了261尊。500罗汉的头顶则是云海仙境般的悬塑，被单独摆放出来的则是东大殿的建造者愿成和尚的等身塑像。下面我们来看梁架，因为不是车上明造，所以视线被遮挡了太多，只能以半面推全局。然后我们发现半面进身10为4传，那么整个大殿应该就是进身4间8传。此殿同样用了减柱法，但以目前的格局来看，只有神佛的地方变宽了，但游客所在的区域却没什么变化。这么一说，好像南禅寺也这样，
就没给游客留多少地方。看来唐代寺院就是这么设计的，屋顶的大部分区域被平漆盖住了，我们无法看到更多的梁架结构。根据梁思成教授的手绘图得知，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叫做冥府，因为能看到，所以要做得精致一些，而被盖住看不见的区域做的就比较潦草，所以我们就将那些地方称为草府。想看的话得上访，当年林徽因教授就是这么上去的。除了辨认题记之外，他们在上边还看到了什么呢？根据梁思成教授的手绘图，他们看到了草符上双插手承接几团，而且说它是国内唯一实例。我一开始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找着南禅寺和广仁王庙，但后来一想，就算找着也没用。南禅寺当时也有朱如注，梁思成去世2年之后才去掉的。广仁王庙的朱如注现在都没去除，所以梁林二位就算看见了，弄不好还把这国内唯一实例给实锤了。但此处的梁架做法足以证明佛光寺东大殿的年代很早，就差敲定最终的年代了。现在我们来看冥府区域所能看到的元素。首先，正面方板上的彩绘都是唐宋时期的遗存。根据央视纪录片的说法，佛光寺内还有60平米的唐代壁画，可惜游客视角看不到。而这根粗大的2头都搭在铺座上而且靠沿的木头，自然就是乳符，它上面对应的进身是2传。为什么我要计算这个？因为我们要算这派梁对应的进身，用8减去前后2个2，它是个4传符。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组单独拎出来说？因为佛光寺的另一半断带依据就在此处。我这手机性能不行，就找了个清晰的网图给大家做个展示。现在我们来看题记和门口的唐代石经床都出现了功德主宁公玉的名字，宁是繁体字啊，所以这2者年代可视为等同。而石经床这里有唐代大中11年的标识，所以它和大殿本身的始建年代均可视为唐大中11年。基于以上全部结论，梁林2位教授终将东大殿断为唐代建筑。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一整个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现在我们来到南配殿，此殿面阔5间，画风一眼明清，中间挂的浩气参天匾额，落款写的是清嘉庆7年。殿内中间供奉的是关公，然后周仓的左后方还有一个关公的小龛，那么此殿应该便是梁思成教授所说的关帝殿。走进殿内，还能在梁架上发现一处清雍正年间的题记，对面则是清同治年间的题记，而关公的头顶更是还有一处金龙平旗。而南配殿的旁边还有一座祖师塔，此塔曾被梁思成教授断代为北魏塔。这是一座6角形砖塔，塔刹上方有多层仰帘，它们中间夹着一个覆钵，顶端则顶着一个宝瓶。再往下看是一圈连瓣檐，下面这一圈也有连瓣檐，但这一圈不是，它叫做叠色檐，就是一层一层垒的同时，或往里收，或往外延，这个就是往外延的。现在看中间的位置，它是个半圆形的空当，上方还有背光，以前应该是佛龛，但是如今已不见佛像了。而最下方的拱券门上亦有火焰背光，气氛烘托到这儿，那门内必有造像。事实上确实有2尊造像，既然此塔名叫祖师塔，想必这2尊造像与此塔的开山祖师愿成和尚有关。以上资料均来源于梁思成教授的手绘祖师塔图片，而最后方还有一个石经床，但既没有说明，也不允许走近了细看，所以只能作罢。至此，我们的佛光寺之旅就此结束。这次旅途中，梁思成、林徽因2位的名字几乎是贯穿始终的，无论谁做视频都绕不开他们。但我从别人的视频里看到最多的讨论，居然是关于林徽因的称呼到底是叫先生还是叫女士，因为这个争论不休。我看这些人是一点都不想进步了。说了多少遍了，工作的时候称职务，林徽因是正八经的清华教授，直接称为教授不就好了？其实中国人尊重的不是一个头衔，而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我们尊重黑神话悟空，是因为它制作精良，而且重现了我们的大圣之梦。当我们因黑神话悟空而踏进佛光寺的大门，并了解了他面世的始末后，自然会对梁林2位仙师心生一份尊重，无关称谓。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无数黑猴玩家踏入这座富有盛唐气象的大殿，亲眼见证这建筑史上的奇迹，并走进梁林2位国士的人生往事。或许那便是我们的天命之一。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